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球有至少3.5亿人受到抑郁症困扰。早在古希腊时代，人类就已经承认了抑郁状态的存在，但一直难以区分抑郁究竟是一种情绪状态，或是某种性格，还是一种精神障碍。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第一个把忧郁症描述为一种具体的疾病。他描述了人体的4种体液，而忧郁症是黑胆汁过多造成的。20世纪初，弗洛伊德发展出的潜意识理论解释了在过去没有得到解决的冲突如何在之后的生活中引发特定的神经症性症状。1930年代，以电休克治疗为代表的物理疗法得到发展，大脑在突然的电流下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平衡，可以迅速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2019年，我被确诊为重度抑郁，医生给我开了抗抑郁药，也推荐我到谈话治疗中心接受帮助。这些被治疗的经历反而让我开始接受，抑郁是我情感组成的一部分。昨天，瑞金医院成立了脑机接口及2021年，上海瑞金医院开始进行一项用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临床研究，通过对脑深部的神经进行电刺激，来改善长期抑郁患者的症状。我有些疑惑，抑郁症作为心理疾病，用脑机接口这样的生理手段来治疗，真的可行吗？我想知道，只去抚平那些异常的脑电波，就可以达到治愈的目的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来到了上海。这是我们采集脑电的一个脑电报。瑞金医院正在和上海交大计算机学院合作搭建一个抑郁症诊断系统，作为开始脑机接口治疗前的第一步，希望在将来可以对抑郁症进行更客观的诊断。这每个块块其实都是一个采集脑电的一个位点。这个就是一个眼动的一个轨迹图嘛。传统的话，一般来说，一个病人过来，然后医生需要对他做一个访谈，然后我们就可能在访谈过程中会让他填不同的心理学的一个量表，然后我们现在这套方法就相当于把这个量表进行一个转化，变成这些信号。像注意力的话，我们用注意力实验来反映出来，然后情绪的话，这些情绪实验，然后包括睡眠状态，我们可以从记忆脑电里面来看到。这套系统希望通过这些生理信号，判断出普通人和抑郁症病人的区别，并最终生成一个报表，以客观数据做出对抑郁症的评估。如果生理信号可以判断出我是否抑郁，那么在下一步的治疗中，与之相关的异常的神经活动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干预和治疗呢？我来到了瑞金医院的功能神经外科，这里正在进行一项针对难治性抑郁症的临床研究。孙主任好，这位是孙博民主任，他正在给一位患者的脑图做电极置入前的定位。我们要把这个之前病人扫的磁共振，然后跟今天早上做的这个 CT， 然后融合以后呢，在脑子里面定出我们需要刺激埋藏电极的这个位置，选择它一个情绪情感环路，然后根据我们定出来的这个3维坐标，把电极给按在这个地方。下一步的手术，患者的大脑里面会被放入2根各有8个触点的电极。这些电极在开启后，可以对各自周边几毫米内的区域分别进行不同频率和强度的电刺激。这些电极的供电和参数调整，由一个植入在胸下装有芯片的起搏器来控制。通过它，可以对患者脑内的神经活动信号进行无线采集和调控。我见到了受抑郁症困扰20多年的范大哥，他已经完成了电极和起搏器的置入手术。这一天，他的起搏器会被开机，他脑子里的电极就会开启，开始正式的神经调控治疗。你希望开机之后会有一个什么状态呢？希望开机之后就是能让我睡好觉，不说完全好呗，能改善很多，我也满意了。
你现在记住你当下的现在这种感受和状态，然后待会儿我问你们，就是开机之后，生理上的反应、心理上的反应都跟现在的这个当下的这个状态比啊。记住这个神经调控技术呢，我们是利用给予一些外在的一些干预啊，针对脑子里面的神经环络啊、神经核团，去给予一定的这个电刺激，改善这个症状，来这个治疗疾病。现在有什么感觉吗？没有感觉。内心点多少？104。104，稍微等一下啊。现在这个伤口有点疼，是疼还是麻还是跳啊？有点麻。有点麻是吧？有点麻。我换到13号点了。好的。稍微感觉到有点心慌。有点心慌。对，起伏。像这样去治疗生理上的病灶，好像和我从情绪和想法上来应对自己抑郁症的方式完全不同。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经历让范大哥选择了这样的治疗手段。开过机的当天下午，范大哥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了他的住处。你今天上班了吗？上班了。你昨天刚回来，今天就上班了。啊，上班挣钱。你是高考之前去看的病吗？高考之前就有病。当时怎么想到去看这个病的呢？痛苦嘛，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痛苦嘛。睡觉睡不好嘛，这不就是病吗？发现病差不多快1年了，才到精神病院去了。没办法，就看医院。那时候医院也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师，但是我也没有和他们聊。因为吃药效果很明显。哎，反正这个病就这个样，吃20年的、30年的、40年的都有，我都见过。还有吃40年药的，就像我这样，每天浑浑好好的过日子。我那天在医院也跟你说，就是我看到这医院这个项目，也是因为我以前也被确诊过是重度抑郁症。你也被确诊过重度抑郁症？你怎么弄好的？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好没好，就之前。那你现在正常工作就说明好了。是吗？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你好不好的一个。就可以好好生活。对呀。也是。生活的很洒脱，没有那么的压力烦恼，睡觉睡好，这不就是个正常人吗？你还想要什么？只想做一个正常人，想好好工作。这项脑机接口技术可以带给范大哥他想要的生活吗？汪先生是这项临床研究的第1位受试者，他的脑机接口已经运行了1个半月。这天到医院来做随访，接受过一些电休克治疗吧，吃抑郁症的药呀，各种药，吃了很多年了。我觉得不是环境因素，也不是我的心理问题，就是这种类似于一种器质性的病，不是我能控制的。对。在接受这个治疗之后，你觉得你的状态现在怎么样？就做完手术后，他一开始调参数，然后第1周还是有挺多积极的变化的，就是精力好了不少。后面2到3周又开始变差了，然后就是上次2周之前又调了次参数。这2周的话还是有积极变化，就是说比没有做手术是要好不少，但是离健康还是要差挺多。可以说我们的情感是存在于神经活动里的吗？呀，这是肯定的。你抑郁了，你不开心了，你这个情感低落了，那么这样呢，一定是你脑子里面可能是某一个区域里面，它的代谢也好，它的什么脑电活动也好，或者它的什么地方可能是这个下降了或者升高了这些东西。
其实呢，抑郁症的发病机制现在并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大家比较公认的呢，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生物学的一个基础。孙主任后来告诉我，目前一共有7名抑郁患者参与到这项治疗中来，都显示出了之前药物治疗没有达到的效果。你有大概想过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吗？一个是性格内向，性格不开朗，有什么心事不往外说。你觉得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呀？我希望有一个开朗的性格。开朗的人做事情成功率高啊，大家都这么说。开朗的人就是说说话做事利索，做人洒脱，不拘泥带水的，说话磊落，性情耿直。这是你想变成的样子吗？对呀。我们似乎都明白，甚至连医生也承认，人们并不真的清楚是什么引发并构成了抑郁，并不真的清楚为什么有的治疗方式对一些人有效，对另一些人就收效甚微。在这个共同的困境里，范大哥期待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样工作。我希望我的低落和消沉可以被平常看待，无论是从电极里，从脑机接口里，还是从身边人的关切和对自身的接纳里，我们都想再多获得一点能力和力量，去捕捉一些令人安心的希望。我是这期视频的导演侯丽，努力工作的同时，也要记得关注精神健康。如果喜欢现场，记得订阅、分享、点开小铃铛。我们下周再见。